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来到埃尔克湖，来这边稍微做一下野钓，因为所在这个点位的话在84.83，那这个点位的话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，可能地势的话稍微会比较低一点，所以在这边用晒竿进行钓鱼。刚好又是一个近岸捕钓的情况，所以它的空竿率相对比较高。但经过1个小时多的一个测试的结果上来看，还是针对这个现象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补偿方案。这里也是钓到了这一趟唯一一个奖杯鱼。黑斑四盖太阳鱼，那这条鱼的话，在这个位置的话，有一定的鱼口，但也不是特别多。主要埃尔克湖的话，每种鱼大概会在某一个时段，大概会出现大概十几分钟这个时间窗口。因为每一个鱼的话，在每个点位的整体的出现频率都是比较随机的，因为它这么一个不固定的设定的话，所以想要针对某一条鱼进行蹲点的话，可能不太实际，所以基本上来说都是一个闸口的一个鱼口现状。那回到前面说的这一个点位的问题，可以看出这个点位的话，处于一个类似一个树枝环绕的一个小水塘浅坑的一个位置。那可能这一边的地形的话，稍微也是比较矮，那导致的话，晒竿在近岸本身捕钓的一个劣势就显得更加明显。那办法的话，其实经过一个对比测试的话，我个人感觉也只能使用架竿进行弥补这一个水平高度的一个问题。那架竿的话，可以帮解决一些刺鱼的矛盾，但是也不能完全解决。大概最差的时候有40%的空竿率，将整个架竿调高的话，调到最高的高度，大概是在155，能够比较合理的降低20%的一个空竿率。相对来说会好一些，但整体说这边的空杆率的话，相对还是比较高的，所以这个调整的话，只能说是针对手上有架杆的一些玩家可能会有所帮助。那同时吧，这边的话，这里的鱼口有一个比较不好的地方，因为在引线的设置的话，我是使用6.8公斤的一个尼龙引线。那这边的话，在晚上的时间段的话，会出现斑点叉尾回。那一般来说，斑点叉尾回的重量只要超过6公斤，那针对这一个重量的引线的话，相对会比较吃力一些。那基本是需要被肘击个8到10分钟左右。那有一些小伙伴没有耐心的话，可以选择直接剪线。如果有耐心的话，可以尝试将其拉回。我是最大的话拉回了大概12公斤左右的斑点叉尾回。那上新的话也是有可能。那我个人觉得，主要在这边蹲的话，可以蹲的鱼种相对比较多。嗯，
整个鱼饵的搭配的话，相对也是以地笼加上各种特产特制的一些蠕虫类鱼饵为主，相对而言来说也比较好搭配。那钓完最后一条鱼，回到鱼池这边看一下收益，旁边是一个餐车，可以在这边稍微补充一下体力。这边的鱼市会相对比较远一些，500银币。那去其他地图售卖的话，可能能在570银币左右。